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是漫威争分的产品惩罚者最后一款了，看一下包装。黄黑打底，游戏标题，那留意到这边的年龄推荐是14加，还是给伐树格外优待的吧。旁边人物的名称，顶上游戏的 logo， 侧边人物插画加上专属 logo， 这边是人物的头像，背后看一下完整的插画，下方这一波的6名角色加上简单的介绍。那么这款惩罚者表现如何呢？我们来开盒吧。叫我惩罚者。看一下配件，首先是有一对持枪手型，一个右手的握拳手型，一个左手的抓握手型，大枪一把，黑色成型剑，有一些金属色的涂装分色，看上去还是蛮精致的。还有一把小枪，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涂装了，单纯的黑色成型剑，但是模具的精度还不错，上面的细节是蛮锐利的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两把枪跟握持手型的搭配稍微有些问题啊，这根手指是可以插入小的这把枪的这个扳机位置的，但大的就插不进去，配合有点困难。有4个橘红色的枪械射击特效键，配合两把枪使用。2颗头雕啊，那这个角色的面雕非常有卡通风味啊，尤其这张龇牙的表情啊，都有点反差萌的可爱了。面部呢也是做了漫画经典的油彩骷髅。看一下主体啊，漫威争分的惩罚者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啊，极度强调肌肉感，动画风格浓郁啊。他的身材都有点像浩克那种了，但是又不能像浩克那么的高大，所以他的解决方案呢，就是把头雕缩小一些，以凸显身体的强壮啊。这个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吧。一般只能在动画中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身形啊。各处细节处理的也是不错，衣物有基础的纹理和褶皱，那身上装备的细节也非常的丰富啊。个人觉得是目前为止我觉得漫威争分这个系列里面做的最好的一款。上方子弹也是有涂装的，而且它这次背后也没偷懒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一部分也是有做一些分色的。肩甲上面的细节不错啊，胸口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比较锐利的骷髅图案。面部细节做的也不错了，之前也看过。下方膝盖甲绑带还是采用了分件形式啊，完全没有偷懒。腰部战术口袋腰带的细节，下方腿甲也是有分色的。看一下脚底，看一下可动吧。头部转动，低头，抬头基本上没有啊，那左右歪头是可以的。手臂举平，转动，手根部，手臂是一个单关节，有平转，手部翻动转动，下腰的幅度一般般了，后仰普通，左右有一点的，转胸没有问题，转腰也没有问题，腿部是可以下拉的，前踢腿，后踢，侧踢，大腿根可以转动，膝盖折叠，小腿，另外还有脚部接地啊，可动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这款惩罚者的高度呢，差不多 16.5 厘米，来跟月光骑士放在一起看一下，来跟布鲁克的夜魔侠还有崭新之日蜘蛛侠放在一起对比一下，有2款也是做过动画化的一个身形处理了，所以39放在一起是蛮搭的。跟冰月花雪还有蜘蛛侠放在一起对比一下。最后呢，再来跟 MCU 的惩罚者还有漫画版的惩罚者放在一起对比一下，3者的身高居然差不多啊，可见他的头是特别的小。简单总结下，非常不错的一款啊，各方面都做得可圈可点，我认为是还是把漫威争分系列中最优秀的一款，再加上非常独特的造型，强烈推荐喜欢伐树的朋友可以考虑购入啊，多少都得来一只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啦。